大家好，我是星星，欢迎来到 M2C 链上第8集。如果你一路看到现在，你应该已经能感觉到 M2C 不是靠行销技巧成长的，而是靠结构性力量自我增长的。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就是让 M2C 生态能越转越快的核心逻辑：人怎么来，人怎么留下来，人为什么愿意重复消费，为什么会自动介绍朋友，为什么 M2C 不需要平台烧钱补贴？你会发现 M2C 的成长模式跟平台完全不一样，它不是靠买流量，而是靠模型自我驱动。本集分成3部分：一、超级用户模型，消费者如何成为价值节点；二、商家增长模型，从单店到生态的多层成长；三、制造商升级模型，从 IEM 到 C to M 的价值链重塑。在传统平台经济里，用户是被使用的角色，被平台搜集资料，被演算法推播，被广告轰炸，被补贴吸引，最后又被平台收割。但在 M2C 模式里，用户身份完全改变。M2C 让每一位普通用户变成超级用户，也就是价值节点。超级用户的3大全能：一、消费行为会回馈成资产 AC，用户一天的生活，买早餐、买饮料、买洗衣液、理发、按摩、吃晚餐，全部能获得 AC， 这代表什么？生活本身变成资产累积的过程。二、拥有 AC 会产生粘性与回流力，这里是 M2C 的核心。当一位用户手上有20 AC、200 AC、2000 AC， 你觉得他的行为会怎么变？他会问：我下一次要去哪里用最划算？他不会去别的平台，他会回到 M2C 生态消费。AC 不是折扣，而是一种消费权利。三、介绍朋友有自然动力，而非被强迫。在平台时代，邀请好友是任务，完成就获得一次性奖励，过期就没价值，没人会长期做。但在 M2C， 用户介绍朋友等于带来实际消费，等于增加市场规模，等于 AC 价值被支撑。这是一种自然裂变，不是强迫裂变。原因很简单，用户是真心相信这个系统能让他边消费边累积资产。这种模式比平台优惠强太多。超级用户模型让 M2C 生态持续扩大，而不需要平台烧钱。接下来我们讲商家，传统商家3大痛点：客货贵、广告、抽成、留存差，客人不会回来，营收不稳定，没有长期用户。而 M2C 模式能带给商家一种全新的飞轮：获客留存、复购、裂变、扩张，并且每一项都自然发生，不依赖平台。商家增长模型分成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用户流入获客，传统商家要买广告、做折扣，上架平台用低价换流量。但 M2C 商家不用，因为超级用户会主动带流量，用户推荐是自然行为，不是人工行为。第二阶段，用户留下留存，平台留存靠折扣， M2C 留存靠资产奖励 AC， 生态黏住，使用者持有量提升，用 AC 回到生态使用。这种留存比折扣强10倍，因为折扣用完就没了。但代币是一种能持续增值的可能。第三阶段，用户回来复购，复购是所有商家最在意的指标。M2C 的复购率高，是因为 AC 能加强次消费的诱因。你手上有能花的代币，你就会回来，你会想，我还有 AC 可以抵扣，我下次就回 M2C 店。我有 AC 折抵，我会比别人更愿意来。这就是复购的关键。最后，商家变成生态的一部分。当商家越来越多，用户选择会越来越多，代币场景会越来越丰富，生态价值会越来越高， AC 的价值会越来越被支撑，商家摆脱平台依赖，用户拥有回到生态的动力。这样的生态会自我增强。M2C 商家不是在做店，而是在做生态资产。
我们最后讲制造商生产端，制造商的痛点是成本高、利润薄，无法直连用户，被渠道压价，缺乏品牌能力。但 M2C 开启了一个全新时代，制造商第一次可以直接连到消费者节点网络。制造商加入 M2C 的3大好处：一、用户直连，过去要透过平台、渠道、代理、批发商、零售店，现在直接连到终端，制造商省下一大笔中间成本。二、生产可以根据链上数据调整，区块链上所有的消费行为都是透明的，制造商能直接看到什么产品最受欢迎，什么地区消费力最强，什么类型回购率最高，这是传统平台不会提供给制造商的资讯。在 M2C， 消费数据是公开的，不是平台私有的，这会让制造商更精准的生产。三、从 NEM 到 C2M 的跃升。NEM 是什么？帮别人打工，利润薄，没品牌。但 C2M 是直接面对消费者，直接获得需求数据，直接参与生态增长，利润提高，品牌能建立。M2C 的激励模型让 C2M 成为可能。制造商不只是供应链的一员，而是生态价值共创的重要节点。M2C 不只是零售革命，也是供应链革命。今天你理解了 M2C 成长的3个模型：一、超级用户模型，用户变成生态节点，消费、回购、推荐、扩散都自然发生。二、商家增长模型，从单店变成生态资产，不用买流量，用户自动回流与裂变。三、制造商升级模型，从 NEM 到 C2M， 减少渠道成本，直接参与生态成长。M2C 的增长不是靠补贴，而是靠结构；不是靠烧钱，而是靠自然力量；不是靠行销，而是靠模型自我驱动。这就是 M2C 生态能越做越大的原因。第9集我们要讲的非常重要，风险篇 M2C 的限制、挑战与3大误区。你会看到 M2C 可能面临什么风险，激励如何避免失控，如何避免被误解为返利模式，商家与用户可能出现什么行为偏差，哪些错误做法会破坏 M2C 生态。第9集是真诚揭露限制与风险的一集，也是建立信任最关键的一集。